大家好，歡迎回到艾森的頻道。上一集視頻我們剖析了美國的斬殺線，我把這樣一種社會形態稱之為付費訂閱制的按需生存模式。視頻發出去以後啊，評論區非常熱門的一個問題是，那中國呢？我們有沒有斬殺線？那今天這一集視頻，艾森就專門來回答這個問題。很多人覺得中國沒有滿大街都是流浪漢的這麼一個景象，所以我們很安全。但其實中國有自己獨特的斬殺線，而且更加隱秘、更加精密。那如果說美國是把你甩出桶外，讓你物理消失的話，那中國的斬殺線是把你貼在壁上，讓你社會性的癱瘓。今天這個視頻我們不談立場，不談意識形態，只談論一件事情，那就是拋開情緒來看，用一個全新的離心機模型帶您拆解中美兩國截然不同的生存的殘酷邏輯。首先我們先修正一個概念，有網友非常敏銳地指出啊，在數學裡面有一個叫做最優停止理論。那這個理論非常的地獄啊，它證明了在一個想要追求效率最大化的系統裡面，為了要篩選出最優解，策略上必須將大概 36.8% 的樣本作為觀察基數直接淘汰。這個非常地獄的跟美國的一個數據形成了一個巧合，大家可以去查一下那個叫做 United for Alice 的這個數據。美國他们處於貧困，或者是叫做 Alice 這個閾值，也就是說他的資產受限，收入受限，雖然處於就業的狀況，但是生存非常困難的這個群體，他們的人口佔比常年就穩定在 37% 到 42% 左右。那這樣一群人就是被系統置於生存邊緣的觀察基數，而這背後有讓人毛骨悚然的這個數學邏輯。一是自然對數，這也就意味着說，在一個完全自由競爭、沒有外力，比如說福利主義強力干涉的一個資本主義的系統裡面，社會結構它會自然而然的演化出大概 37% 左右的淘汰率。而在這樣一套自然算法裡面，這 37% 的人，他們注定是用來被系統犧牲掉的。他們的存在不是為了生存，而是為了充當那個分母，為了能夠讓剩下的 63% 保持最優的最高的競爭效率。數學不會騙人，但數學有時候真的不把人當人。當然這個巧合不是在說美國這個制度的頂層設計者，他們真的是在按着計算器來殺人，這個只是一個形式上的隱喻，在學術上我們叫它閾值治理。美國這樣一種風險私有化、福利去商品化不足的結構裡面，社會資源其實是被高度市場化了。那系統呢，設立了一套嚴苛的門檻，包括流動性、信用、地址，所有這些就像一個一個篩子，把人分成了是能夠留在系統裡面的和必須要被動態排除的。那我們要再深挖一層，為什麼這個系統要設定這樣的閾值呢？大家在聊斬殺線的時候，其實往往忽略了最底層的國家定位。美國這台離心機本質上是為一個頂級消費國量身定做的。在這個系統裡面，其實很多時候在金融體系眼裡面，你只是一個消費節點。美國的斬殺線從頭到尾都是圍繞着逼你消費來設計的。這就是為什麼很多美國社區禁止你在自家的院子裡面種菜，禁止你在陽台上曬衣服，也許是為了市容，但另外一層邏輯有可能是，如果你自己種菜，你用太陽能來乾衣的話，你就實現了一個低成本的生存。所以系統它必須要產出一切自給自足的可能。而中國這台離心機，它的核心定位是工業國加出口國，它的邏輯不是逼你花錢，而是逼你出活，你出勞動力。房地產鎖死你的流動性，996鎖死你的這個時間，本質上是為了將社會剩餘價值最大化的提取出來，轉化為工業資本跟出口的競爭力。這個就是中美斬殺線不同的底層代碼。而斬殺線真正起作用的時刻叫做極年失效，這個才是讓中產階級感到最
膽寒的地方，系統的容錯率極低，所以當你拿不出$400應急的時候，一張醫療賬單，一次汽車的故障，這些小小的衝擊就會像推倒多米諾骨牌一樣，觸發一個耦合性的排斥，因病失業，因失業被驅逐，因為沒有地址辦不了銀行卡，因為沒有卡找不到工作，這是一種連鎖反應，也是一種脆斷。如果說美國模式是一個簡單粗暴的市場價格的篩選，那麼中國模式它更像是一個閘門社會，它不完全看錢，但是通過一套行政與司法的資格分層的體系來決定你是否有資格，你是否配得上留在現代城市的系統裡面。而最關鍵的區別在於，中國版本的斬殺線由3道隱形的閘門構成。那第一道是資格的閘門，包括比如說戶籍啊、居住證啊、社保連續繳納的記錄，它就直接劃定了公共服務，比如說醫療、教育的邊界。而一旦失業斷繳的話，你在這些城市，比如說上海啊、北京啊，就會從居民降級為過客。而第二道是救助的閘門，低保一些兜底的制度，往往高度的屬地化了。但是对於數億流動人口來說，這樣一道安全網經常是看得見但是摸不着的。而第三道是司法閘門，這個是中國最特殊的一點。一旦債務違約進入執行程序，你面臨的不僅僅是還錢，而是聯合懲戒、限高、凍結銀行賬戶、職業禁入，所有這些把經濟問題都轉化成了社會行動能力的癱瘓。所以在中國，這個及年失效的路徑是這個樣子，就是失業它不僅意味着沒有收入，還意味着你的資格被剝離。違約不只意味着信用受損，還意味着你可能比如說飛機坐不了，高鐵也坐不了，你甚至會影響你的下一代。所以中國式斬殺的結局往往不是美國這樣一種非常顯性的街頭流浪，而是更加隱蔽的功能性的退出。你被迫從城市的機會結構裡消失，你下沉到了非正規的經濟，或者是被迫要回流原籍。你在物理上還活着，但是在現代社會的功能上已經掉線了。那這些理論聽着可能有一點那麼枯燥，為了讓大家能夠更加直觀的理解，我自己構建了一個新的框架——離心機理論。我們拋開意識形態的外衣，中美這兩個超級大國，特別是在當前大國競爭的背景底下，兩國社會都變成了兩台型號雖然不同，但其實都正在瘋狂加速，都在向物理極限加速的這麼一個超級離心機。那什麼是離心機呢？在實驗室裡面，它利用高速旋轉產生的一個巨大的離心力，按照密度來分離物質。而在社會學裡面，這樣一台機器的邏輯是，為了要維持系統的高增長的轉速，無論是美國的這個資本的周轉率，還是中國的行政執行力，它系統必須要建立一套自動化的生物剔除機制。所以這些機器他們會非常精密的計算每一個人體組件的價值。那如果你的維護成本過高，比如說你老了、病了，或者你的能效比過低，比如說你已經35歲了，或者是因為經濟下行，你的產出太低了，那這樣一種巨大的離心力它就會啟動。而兩台離心機的核心目的都是通過高轉速來最大化效率。美國追求的是資本效率，中國追求的是競爭效率。轉速越快，離心力就越大。而這台機器的物理邏輯其實非常的冷酷，隨着轉速加快，只有那些擁有極強抓地力的個體，比如說掌握着巨額資本的、擁有最高行政權限的那些人，他們才能夠穩穩的留在這個圓心裡面，享受安寧的生活。而剩下的我們這些普通的中產白領藍領，只要你的抓地力稍微鬆動一下，比如說你失業了、生病了，你買到爛尾樓了，那這樣一股巨大的離心力就會立刻接管你的命運，把你無情的甩向社會邊緣。但這個還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不是被甩出去，而是中美這兩台離心機處理被甩出去的樣本的方式是截然不同的。在美國，你是被甩出了這個桶外，
你被物理性的遺棄。有些朋友可能會覺得斬殺線這個詞太誇張，他們接受不了，是在販賣焦慮。請大家看一看屏幕上這張圖，這個是斬殺線的物理含義，相差30年。那數據顯示，美國無家可歸者的他們的平均年齡是50歲左右，而普通美國人是77岁。這個也就意味着，一旦你被這樣一台離心機甩出來，你失去的不單單只是房子啊、車子，而是整整30年的預期壽命。這是一個極其殘酷的量化指標。在美國，從公民跌落到流浪漢，系統會對你執行慢性死刑，刑期大概就是剝奪你餘生40%的時間。所以這個不叫貧困線，它真的就是寒光閃閃的斬殺線。而在中國，你是貼在肋壁上的，你沒有被飛出去，巨大的離心力把你死死地按在系統的肋壁上，你在高壓底下动彈不得，進行着無聲高強度的磨損跟消耗。我們可以想象一下宇航員訓練時的這個重力加速度，你的臉被压变形，你的骨骼嘎嘎作響，你想喊，但是肺裡的空气被擠壓出來，你發不出聲音。這個就是850万失信人跟無數35歲打工人他們的一個真實體感。今天我們就鑽進這樣一台高速旋轉的機器內部，去透視中國版本的這個離心機的生存邏輯。我們來繼續深入一下美國的斬殺線。美國這樣一台離心機的核心燃料在於政治學家雅各布·黑克所提出來的這個大風險轉移的理論。過去40年裡面，美國社會發生了一次隱秘但是劇烈的結構重組。原本由政府通過福利跟企業，比如說通過養老金來承擔的一個宏觀經濟的風險，被系統性的卸載，被轉移到了最脆弱的家庭肩上。以前企業會給你養老，這個是福利上的確定性，風險在企業的老板。但是現在是401k， 是盈虧自負，那風險在你自己。那也就意味着說，美國公民他們不再擁有免費試用的權利，所有的生存資源都必須要通過高強度的勞動來續費。美國的斬殺線是有一條非常清晰的線條的。根據我們看到的2022年的報告，只有41%的美國成年人能夠用儲蓄支付$1000的額外開支。這意味着什麼？意味着美國社會的斬殺線已經從2018年美聯儲調查的$400上升到了$1000，而有近60%的美國人，他們處於一擊即潰的邊緣。好了，那讓我們深吸一口氣，現在把視線轉回到東方。如果說美國這個離心機的邏輯是大風險轉移，那麼中國這樣一台離心機的邏輯，我將它稱之為大責任鎖定。與美國這樣一種沒錢就滾蛋的市場邏輯不一樣，中國的模型是一台由行政權力與數字技術精密咬合而成的機器。在這個地方，你的生存狀態不單單取決於你有沒有錢，更取決於你是否擁有資格。那如果說美國是付費訂閱，那中國就是權限化生存。那為什麼這麼說呢？在美國，風險轉移給個人之後，為了防止系統爆炸，法律它會保留一個最後的安全閥，就是個人破產制度。它雖然代價慘重，但至少允許你清零之後重啟。但在中國，系統運行着一套無限責任體制，這套體制的核心邏輯就是資源向上集中，責任向下固化。在宏觀的層面，土地財政跟金融系統的收益被集中，但是在微觀的層面，個體需要承擔剛性並且無限的生存責任。那說人話就是，在美國破產的這個日子雖然苦，但至少可以盼望它可以結束，只要你還沒有被物理毀滅。但是在中國，這樣一杯苦咖啡它是無限續杯的，系統會利用利息複利、限制延續跟代際傳遞，自動給你滿上無限續杯。所以我們看出本質區別了嗎？美國它這個離心機要的是你的錢，它讓你物理上消失；中國這樣一台離心機控制的是你的身體，它讓你社會性的癱瘓。中國的斬殺線不像美國那樣簡單粗暴，付不起錢就直接滾蛋睡大街，它更加精密，更加多維，它像一層
層層嵌套的閘門系統。我們來一道一道拆解。那第一道閘門是生物性的折舊，35歲這道坎。在中國職場，35歲它不是一個簡單的生理年齡，它是一個被系統嚴格標定的報廢期。那這背後的邏輯，我可以稱之為是人力電池論。在這個系統的算法裡面，勞動力被默認是一種無限供給的耗材。一個23歲的畢業生，他就像是一塊全新的高性能電池，電量足能996，充電快，因為他學習能力很強。最關鍵的是什麼？是維護成本極低，一個人吃飽就是全家不餓。而一塊35歲的舊電池呢，他的家庭負擔重，體力下滑，對於加班的耐受程度降低。更要命的是什麼？他開始有了自我的意識，他想要生活跟工作的平衡。在管理者看起來，這樣一款電池的性價比已經暴跌，必須要剔除掉。儘管2024到2025年間，我們看到了一些政策上的鬆動跟微調，比如說河南、山東把部分公務員這個崗位放寬到了40歲，而國考也對應屆碩博生鬆了口。國內的媒體一度狂歡，打破了年齡歧視，但請大家不要被這些敘事所迷惑了。其實這些微調幾乎全部針對的是一些高學歷的精英，而對於廣大的普通勞動者，尤其是在私營部門，這樣一道隱形的年齡歧視的牆其實是非常堅硬的。智聯招聘的數據非常血淋淋的告訴我們，中國勞動力的平均年齡正在逼近40歲，也就是說我們正在變老。但是你打開任何一個招聘軟件，絕大多數崗位的 JD 依然寫着非常冰冷冷的這個要求，就是35歲以下優先。年齡歧視在中國造成了巨大的結構性的供需錯配，勞動力正在變老，但市場上卻依然只要年輕人。一份非常殘酷的調查顯示，35歲以上的求職者平均需要投出119份簡歷，才能夠換來非常可憐的3個面試機會。而在字節跳動、拼多多、騰訊這些互聯網巨頭裡面，員工平均年齡被刻意的鎖死在27到33歲之間。超過 70% 的互联網從業者在35歲以下，這也就意味着，除非你爬上金字塔尖的管理層，否則從35歲開始，也就是你登上優化名單的倒計時開始。但更讓人覺得，我自己個人的一個體會就是，這樣一種年齡的歧視已經內化到了受害者自己心目當中，連打工人自己都在毫不顧忌的嘲諷這些大齡員工是老逼燈。仿佛他自己會擁有永葆青春的魔法，他永遠不會撞上35歲這堵牆。這個就是國內社會系統性的預防性的報廢，在你價值耗盡，在你要求漲薪之前，提前把你替換掉。而當這樣一道生物性的斬殺線落下來的時候，那些被甩出去的人去了哪兒呢？他們並沒有消失掉，要麼他們是定期去咖啡館、去圖書館去上班，要麼被吸納進了一個龐大的海綿層，也就是靈活就業。雖然網上盛傳的7萬碩士送外賣的這個信息有誇張的成分，但是美團跟餓了麼他們的數據也非常的誠實，擁有大學及以上學歷的送外賣騎手的比例確實在逐年上升。有一位曾經的朋友，他以前是年薪30萬的英語老師，在行業整頓跟年齡的雙重暴擊底下，現在是一名全職的網約車司機。他最怕的其實還不是苦不是累，而是怕被以前的同事朋友或者是學生認出來。所以每次在接到在寫字楼附近的单，他都會下意識的壓低自己帽子的帽檐。他跟我說了一句讓我記憶猶新的話，以前我在講台上的时候是在積累經驗，而現在我在駕駛座上是純粹在燃燒生命，是在折舊。這個就是人力電池的邏輯。2024年中國靈活就業人數已達2億，美團騎手745萬，網約車司機將近750萬。這意味着什麼？意味着這個曾經的退路已經嚴重飽和。在合肥，近80%網約車司機他們日均流水不足300元，如果扣掉租車、充電、吃飯，那麼剩下的錢連養家都很困難。而算法還在不斷的壓縮配送的時間，逼迫騎手在超時罰款跟玩命逆行之間做選擇。那麼大洋彼岸的美國呢？
也並沒有像大家想象當中那麼美好，的確是會好一點，因為美國法律嚴禁年齡歧視，所以如果你真的敢發只招35歲以下這樣的招聘廣告，你會被人告到破產。沃爾瑪你也的確能看到很多白髮蒼蒼的收銀員，但這個只是表象。美國的生物性折舊更加的隱蔽，一旦你變老生病導致沒有辦法工作，你的現金流非常容易就斷掉，而與此同時你的維護費用，比如說你的醫療賬單、保險費卻會呈指數級的上升。所以一旦維護的成本大於收入的能力，美國這台離心機它也會毫不留情的啟動物理清除的程序。我們看到有發布的2024年的數據報告顯示，美國無家可歸的人數創下歷史的新高，突破77萬人，而在這些人當中增長最快的群體恰恰就是55岁以上的老年人。我們看到的第二道閘門就是債務導致的一個社會性的凍結，也就是失信被執行人。那如果說35歲是生產端的斬殺，那麼失信被執行人制度就是針對失敗者最殘酷的一個消費端的與社會關係端的斬殺。這個是中國獨有的基於司法權力的一個終極的懲罰。截至2024年年底，中國公開的失信被執行人俗稱老賴累計的數量已經突破了850萬人，這個數字相當於整個瑞士一整個國家的人口。這道斬殺線最殘酷的地方，它不在於讓你還錢，而是在於通過連坐跟功能性的隔離切斷了你翻身的希望。成為老賴意味着什麼？意味着社會性死亡的開始。一旦你被限高的話，你禁止乘坐飛機高鐵，在一個國土遼闊、商業節奏極快的国家，這基本上宣判了你的商務性死刑。另外一個就是微信、支付寶賬戶隨時會被凍結。在沒有現金的社會，這意味着你沒有辦法在路邊買個煎餅，你沒辦法掃碼騎一個單車，你與商業社會的接口被物理切斷。而最殘酷的是連坐，這或許是中國斬殺線最讓人窒息的一點，代際傳遞。雖然法律是在不斷的釐清這一點，但在社會的潛規則裡面，如果父母是失信人，那子女他們在考公、在參軍、在這些政審環節幾乎必然會受阻。所以不僅僅是在懲罰債務人，這也是斬斷一個家庭通過教育實現階層翻身的希望。這是一種將債務轉化為家族性原罪的機制。在很多人舊有的印象裡面，老賴還是那些欠錢故意不還的壞蛋。但從2024年的數據顯示，這個群體的畫像其實變了。他們當中有很多創業失敗的小老闆，有為朋友擔保被牽連的、被連累的普通人。而最讓人心碎的是那些爛尾樓的受害者，他們的房子沒有拿到，房貸還得還，斷供就上了黑名單。我們來講一個故事。2021年，深圳作為試點，審結了境內首宗個人破產案。35歲的梁文錦，他因為創業欠債75萬，在法院批准的這個重整計劃底下，他通過苦行僧般的生活，在3年之內拼命工作，最終他提前還清了本金，法院免除了他的利息，他在2023年終於拿到裁定書，恢復了自由身。梁文錦其實還算是比較幸運的，因為他的幸運恰恰反襯了其他850萬人的絕望。因為深圳的這個個人破產條例目前仍舊是一個制度的孤島，對於絕大多數非深圳戶籍的這個債務人員來說，他們並沒有這個退出的機制。然後我們再看看美國，美國有完善的個人破產法，你可以申請破產、清算資產，然後可以两手空空的清零重啟。但這也並不意味着離心機它會放過你，它不限制你的個人自由，你想去哪兒就能去哪兒，但它會迅速剝離你賴以生存的資產，切斷你的生命線。這裡有2個關鍵詞醫療債務跟汽車回收。我們可以聽聽凱斯的例子。19歲那年，他突發心臟病，雖然有保險，但因為救護車送去的這個醫院屬於網絡以外，他背上了5萬美金的債務。那這樣一筆壞賬直接摧毀了他的信用分，因為這個分太低，隨後的10年裡面，哪怕他有了工作付得起房租，他也沒有任何房東願意租給他房子，所以他只能夠帶着孩子流浪在朋友家的沙發跟汽車旅館裡面。這個就是美國的邏輯，債務不會讓你坐牢，但債務會讓你失去居住權。而另外一個機制是
汽車回收。2024年，全美有超過180萬輛汽車被強制回收，一旦你違約，拖車在半夜就會把你的車拖走。總結一下這種殘酷的對比，中國的債務斬殺線是把你關進無限責任的牢籠，限制你的發展，讓你社會性癱瘓。美國的債務斬殺線是剝奪你的生存工具，讓你物理性的流浪。那最後這道閘門關乎的是空間跟歸屬。美國的驅逐是一腳把你踢出房子，但在中國構建了一個基於數字化管理的權限社會。我們都知道，在一線城市納稅貢獻青春，但如果沒有戶口的話，你的孩子沒辦法平等的享受本地的教育，你醫保報銷的比例更低，你買房受到嚴格的限制。而一旦失業導致社保斷繳的話，你積累多年的購房資格、子女入學的積分都有可能會瞬間清零。而當你無法在一線城市立足，更多人選擇回流縣城或者是農村，但這個往往不算是退路，而是一種迫於無奈的選擇。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農民工正在老齡化，但縣城的產業，他們真的接得住這些被離心機甩出來的老電池嗎？在中國執行信息公開網上掛着850萬人的信息，在某些地區甚至開發出了老賴地圖的小程序。我們可以想象一下，一旦你被貼上這個標籤，你周圍的人、你的鄰居、同事，他們只要打開手機就能夠看到你就住在附近，被標記為失信人。這樣一種全景敞開式的監獄效應，構成了巨大的心理壓力。社會性的死亡往往比經濟死亡來得更早，你依然生活在這個社會裡面，但你不再是這個社會裡面完整的一員，你是一個被降權了的賬號。在美國沒有戶籍，沒有限高令，但資本的力量執行了一個更加徹底的放逐，就是驅逐。警察會上門，法警監督，你的家具被扔到屋子外面，會扔到草坪上，門鎖被更換，整個過程可能只需要1-2個小時。但被驅逐的這些人去了哪兒呢？你沒了家，而睡在街頭又是違法的，於是無家可歸者不僅失去了住所，還成了法律意義上的入侵者。他們被迫走向城市邊緣的荒地，形成了規模龐大的帳篷城。所以看到了嗎？這3道閘門共同構成了中國社會的斬殺矩陣。在合適的年齡35歲以前，保持完美的合規記錄，也就是不能夠失信，並且有戶籍、有房產。而一旦其中的一環崩斷，都有可能觸發系統的降權，甚至凍結程序。講到這個地方，說實話，我的心情還是比較沉重的。但是我們必須要面對最後一個問題：當一個人徹底被甩出這個離心機系統的時候，被斬殺線處理過之後，結局是什麼？這裡面就會出現中美社會最直觀，但是也最讓人深思的一個對比。在中國很長一段時間裡面，我們擁有一個巨大的海綿，這塊海綿在過去數年間吸納了無數被離心機甩出來的人，防止他們直接摔碎在水泥地面上。這個海綿由2部分組成，第一部分是平台經濟的蓄水池，無論是破產的小老板，還是35歲被裁的大廠員工，只要你肯吃苦，那注冊一個賬號跑單，你總是能夠活下去。平台經濟成了中國社會最大的失業緩衝帶，它提供了一種最低限度的現金流，可以維持千萬個家庭的運轉。第二部分是家庭內部的轉移支付，這個在西方人眼裡是非常難以理解的，因為存在文化差異。基於中國的高儲蓄率跟家庭的倫理，我們出現了一個新的群體，就是全職兒女。在本質上，這個其實是父母用退休金在反向養育失業的成年子女，這是一種基於血緣的無限責任的兜底，在一定程度上掩蓋了真正的真實的失業痛感，也消化了巨大的社會壓力。之前看到過一個真實的案例，一個35歲失業斷供的男人，他不敢告訴家裡人，直到有一天，他重病的老母親顫顫巍巍地拿出一沓塑料袋包裹的錢，這個是他省下來的手術費。他說：“兒啊，先把房貸還上，媽這病不治了。”這個就是這塊海綿的血淋淋的真相。當然，也還有一些人可以退守县城，雖然很多時候是無奈的回流，但是這2畝3分地薄田跟農村的宅基地，
依然可以是一部分人心理上的最後的退路。而作為對比，美國人領取食品券統計的數據顯示 63% 的受助家庭他們沒有孩子， 33% 的人獨自居住。這意味着這些美國人他們陷入絕境的時候，往往是孤立無援的單一個體，沒有家庭網絡，沒有社區支持，他們是獨自面對系統的碾壓。所以被中國這個離心機甩出來的人，往往是落在了一塊吸滿了水的海綿上，雖然濕冷、擁擠、難受，但暫時不至於摔得粉身碎骨。我們用海綿跟水泥地來比喻中國跟美國社會的不同，但這僅僅只是一個文學性的比喻嗎？其實這個是由全球地缘經濟格局決定的一個物理事實。大家可以看看屏幕上這張圖，這可能是一張能夠解釋當代世界很多苦難的一個上帝視角。首先請看看代表北美的紅色區域，它呈現出一種極端殘酷的 VIP 俱樂部的形態。在左邊全球最窮的 50% 的人口當中，紅色幾乎隱形，但在右邊全球最富有的 10% 裡面，它瞬間爆發。美國人拿走了蛋糕最大的一塊，這也就完美驗證了我們的離心機理論。美國服務器它只服務於塔尖的勝者，但在這個系統裡面沒有保底一說，你要麼向上爬進這 10%， 你要麼就被系統直接清理出局。左側這片紅色的空白就是那塊誰都不想撞上的水泥地。我們再看看代表中國的米色區域，大家看到中間這樣一個巨大的鼓包了嗎？也就是 40% 到 90% 的分位這個區間，中國佔據了全球中產階級極其龐大的比例，這個也就是你我在中國體感到的一個真實的世界。我們確實有一個非常龐大的中間階層，或者這也就是為什麼中國存在一個巨大的海綿的物理基礎，因為我們幾億人擁有房產，擁有儲蓄，擁有老家的退路，正是這個巨大的米色區域充當了社會的壓艙石。所以當經濟下行，當離心力加大的時候，我們是通過家庭內部的互助，比如說全職兒女，比如說啃老，或者向下的兼容，比如說送外賣、開滴滴，在內部消化了天量的海量的壓力。但是這樣一塊海綿背後也存在致命的隱患。這個巨大的米色區域雖然看起來非常厚實，但它是硬的。這實際上是一種資產替代福利的結構。我們要搞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這樣一塊區域擁有的是不能夠流動的房子，而不是可以流動的救濟金。所以中國的結局不是硬着陸，而是被吸進海綿裡面摩擦。你死不了，因為你名下有資產，你有老家的地，但你也活得不算好，因為這些資產它沒辦法變現，甚至還在不斷的貶值，然後把你死死的釘在原地。所以這個是中美生態位的終極差異。美國是把人分成你要麼上天堂，要麼下地獄，中國是把人鎖死，鎖在這個巨大的內卷的中間層的海綿裡面互相磨損。更可怕的是什麼？現在的危機在於這樣一塊海綿正在吸滿了水，開始板結化，開始變硬。隨着大量失業人員湧入，網約車跟外賣這兩個巨大的蓄水池已經嚴重的飽和。現在的司機他們必須要工作14個小時才能夠換回幾年前8個小時的收入。這個已經不再是簡單的內卷，這個叫做內卷的次級生態。很多人說大不了回老家，但隨着農村空心化跟老齡化，縣城經濟的承載力在接近極限，這2畝3分的薄田已經養不活回流的年輕人了。所以中國模式的殘酷性在於，你沒有被趕到街上，你沒有成為盲流，你沒有流浪，但是你被趕進了一個更殘酷的次級循環。你沒有物理死亡，但你在進行高強度的體力消耗，你換取僅僅只夠維持最低生存的收入，並且看不到向上的出路。如果我們把视線轉回美國，那裡沒有海綿，它只有堅硬的水泥地。美國缺乏中國這樣一種家庭兜底的機制，核心家庭文化意味着孩子成年之後經濟獨立，父母沒有義務繼續撫養，也沒辦法要求子女的贍養。中國網友非常天真的在論壇上直接問美國人，
那為什麼你們寧願餓死，你也不去送外賣呢？美國社會送外賣的這個門檻其實沒有想象的這麼低。在美國做零工不是你想做就能做的，你想要開 Uber， 你想要送 DoorDash， 首先你需要一輛車，這是一個資產的門檻。其次，你需要能夠支付車險、油費，這是運營的成本。最關鍵的是，你需要能夠通過背景調查，這個是信用的門檻。對於那些已經被斬殺線處理過的人，他們因為貧困失去了汽車，因為債務搞爛了自己的信用，因為被驅逐，他們沒有家庭地址，所以他們連被 Uber、被 DoorDash 剝削的資格都沒有。這也就是美國這台離心機最殘酷的地方，它不提供低門檻的生存選項，一旦墜落就是直接撞擊水泥地。有人可能會問，美國它不是世界第一強國嗎？比如說加州，他們不是比德國還有錢嗎？那政府的救濟金去哪兒了？那這個剛好觸及到了美國水泥地最荒誕的一面——流浪漢工業綜合體。我們看一看這個讓人血壓飆升的數據。過去5年，加州為了解決無家可歸的問題，他們砸進去多少錢？整整240億美金。這是一個什麼概念？如果把這筆錢直接發給加州的18萬流浪漢，人均能分到16萬美刀。16萬美刀是一個什麼概念？在美國中西部足夠買一套像樣的房子，讓你徹底終結流浪的這個生涯。但結果呢？5年過去了，錢全花光了，街頭流浪的人數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3萬人。那錢都去哪兒了？錢沒有變成是這些窮人手裡的麵包或者是鑰匙，它變成了是龐大的行政成本，流向了無數的 NGO 諮詢公司以及所謂的貧困管理者這些人手裡。在這個非常荒誕的系統邏輯裡面，解決問題是沒有商業價值的，只有維持這個問題才能夠確保有持續的撥款，有持續的收入。那如果所有的流浪漢都進了房子，那這些 NGO 機構他們還怎麼樣申請明年的預算呢？政府官員還怎麼樣設立項目呢？這就導致了一個更加魔幻、更加黑暗的現實。一邊是天價的扶貧資金不知所終，而另外一邊是底層為了活下去不得不出賣自己的生物樣本。大家可以看一看這一組最新的數據，截止2024年，美國有1234家血漿採集中心。美國人口占全球的 4%， 但美國供應了全球 70% 的血漿。這意味着什麼？意味着美國是全球唯一的人體生物能源輸出国。在歐洲，賣血被視為不道德，必須要被禁止，但是在美國，這是一門年產值數百億的生意。對於那些 37% 的被系統邊緣化的人來說，每周2次躺在採血椅上，看着這樣一根管子把身體裡面的黃褐色的液體抽走，換取幾十美刀的現金卡，是他們支付房租、修車，甚至是吃飯的唯一來源。那對比一下中美，中國的海绵裡面，人們出賣的是勞動力，要送外賣、進工廠打工，这個是人力資源的開發。美國的水泥地，人們出賣的是體液、賣血漿，這個是生物資源的開採。那現在讓我們掀開引擎蓋，看一看驅動這兩台離心機的核心引擎是什麼？答案是2個字：算法。那如果說制度是離心機的外殼，那麼算法就是那樣一根看不見的鞭子。中美兩國的算法雖然代碼不同，但底層邏輯都是去人化。美國的算法，我們在上集講過的這個 RealPage 的價格操縱，實際上是小意思，撒水了。更可怕的是生物金融化。我们來看一看聯合健康集團的醜聞，他們針對那些生病住院的有房子的老人家，專門開發了一個 AI 算法，一個剛剛做完手術或者中風的老年人能夠在醫院裡面住幾天，能不能夠報銷康復費。集體訴訟的文件揭露了一個讓人非常不安的數據，當患者對這個 AI 的拒賠決定提出上訴的時候， 90% 的案子都會被聯邦法官支持。這意味着什麼？這意味着這個 AI 算法的初始判斷幾乎全部都是錯的，它就是為了拒賠而被訓練出來的。那麼問題來了，既然錯誤率高達 90%， 為什麼保險公司還在用這個算法？因為他們賭的是人性。數據顯示，只有 0.2% 的患者他有精力去走完這個漫長的上訴流程，也只有 0.2% 的患者他們有力氣去填寫完成那些非常複雜的法律表格，
去和對方這個龐大的法務部門對抗，這 0.2% 的上訴率就是他們幾十億利潤的來源。而這個還沒完，當你因為治病而破產之後，另外一隻黑爪伸過來了，僵屍債務。有些金融公司以4到7美分的價格買下你欠銀行的壞賬，這樣一筆債務在原來銀行賬面上已經是死掉了，被核銷了。但是在這些公司的手裡，這筆債被復活了，他們會用盡一切法律手段追討全額欠款。2020年，這家公司回收了22億美刀，這22億美刀是從那些已經破產的人的骨頭縫裡面敲骨吸髓，一個美分一個美分吸出來的。中國的算法是一台數字化的監工，它在生產端運作，目的是壓榨你肉體上的最後一點勞動潛能。比如說美團的這個不斷跳動的 ETA 是一隻不知疲倦的怪獸，它不斷的吞噬原本屬於人類的寬限期，先是吃掉紅綠燈的等待時間，現在開始吃掉你等待電梯的時間。算法發現總有棋手能夠比導航更快，比如说通過例行爬樓梯，於是他會將這些拿命換來的極限的數據設定為新的標準時間。而算法也決定了你能不能夠拿到輕鬆的順路單，還是坑爹的繞路單。這也就建立了一套無需人類工頭的非常嚴密的規訓體系。所以在這個地方，算法底下的這些棋手不再是有血有肉的人，而是數據流當中一個可以被隨意調度的運力節點。所以總結一下，美國的算法在抬高你的生存成本，讓你買不起命；中國的算法在壓縮你的勞動價值，讓你賣不出價。而他們共同的特徵是剝奪了人類的議價權利跟尊嚴。而如果我們要挖掘這些算法的底層邏輯，你就會發現它們都源自於保險業跟互聯網行業的一個核心模型，也就是用戶生命周期的價值。低價值的用戶，也就是那 37% 的底層，在 LTV 的模型裡面，系統對於這類用戶的策略不是服務，不是忽略，而是風險攤薄與自動化處理。當他們的維護成本，也就是福利啊、醫療啊，超過了貢獻值的時候，系統就會自動觸發清理程序。在美國，這表現為驅逐跟拒保；在中國，這表現為徵信、拉黑跟限高。最後，讓我們用一個非常清晰的矩陣來綜合今天的全部分析。有些人看到這個可能會問，為什麼？為什麼中國的斬殺線跟離心機也這麼殘酷？在這個地方，我們可以用著名學者溫鐵軍教授的成本轉嫁理論來看待這個事情。任何一個國家要完成工業化，要從農業國家變成工業強國，必須要進行極其殘酷的資本原始積累。錢跟資源不會憑空產生。能量守恆的定律在經濟學裡面同樣適用。西方老牌列強，也就是現在的 G7， 他們是怎麼樣完成積累的？在那個年代，他們可以對外掠奪，可以通過殖民主義、戰爭、奴隸貿易，他們把工業化的巨大成本血淋淋的轉嫁給了亞非拉的殖民地，這個是外部吸血。但中國崛起的這個年代，當中國開始工業化的時候，世界已經被瓜分完畢。中國沒有殖民地可以掠奪，也不能夠隨便對外發動戰爭。那工業化需要的萬億資本從哪裡來？基建、國防、科技的投入從哪兒來？這個答案極其殘酷，但也非常真實，只能夠向內積累，也就是溫鐵軍教授所說的類向型成本轉嫁。在歷史的賬本當中，這一代中產實際上是通過自我剝削替代了當年的殖民地，為國家的產業升級提供了資本跟燃料。中國作為一個後發工業國，在試圖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進行產業升級，也就是搞芯片、搞航母、搞 AI， 去爭奪全球鏈條頂端的時候，所必須要支付的對價。聽起來非常悲壯，甚至非常絕望，對不對？但在這個悲壯的背後，也藏着中國獨有的一個文化密碼，也就是延遲滿足。這個本質上是一種國家級的跨期交換，而美國模式是消費式透支，是即時滿足。這樣一種模式極其脆弱，一旦美國在科技或者金融的中美競賽當中落敗，一旦美國失去了霸權的輸血之後，它的腳下沒有任何儲蓄做緩衝，只剩下一道萬丈深淵的懸崖。
中國的模式雖然很殘酷，但過去也已經累積了龐大的實體資產跟基礎設施，只要能夠熬過這樣一段最痛苦的經濟轉型期，就擁有了重塑世界地緣政治格局的籌碼。我知道這樣一段話聽上去爹味十足，但我不得不說，從一個相對抽離的旁觀者的視角來看，事實就是這樣。那視頻的最後，如果你逼問我一個問題，艾生，撇開宏大敘事不談，對於普通個體而言，中美這兩台離心機哪一個更殘忍？那如果要在無期徒刑跟立即執行死刑之間做一個選擇，從生物學求生的本能出發，那美國模式這樣一種不可逆的物理毀滅依然是文明的底線被擊穿的表現。所以個人以為依然是美國更殘酷，理由有3點。第一點就是毒品。在美國，當你被斬殺線擊中陷入絕望的時候，你身邊唾手可得的不是救助，而是芬太尼。不管是因為吸毒被斬殺，還是被斬殺之後吸毒，在這個極其寬鬆的毒品環境裡面，客觀上也成了離心機的潤滑劑，它加速了底層人口向死亡深淵的滑落，它剝奪了人最後一點自救的清醒的意志。第二個是原子化跟家庭兜底，這是一個最深層的文化差異。美國社會是高度原子化，它強調個人主義，所以當你一旦跌倒的時候，你往往是孤獨的。而在中國，在絕大多數絕境當中，父母、兄弟、家族依然是最後一道防線。很多時候遭受挫折以後，家人是你堅持下去的唯一動力。相信我，這個是這塊海綿裡面最後一點水分。而這樣一層關係在美國這個文化土壤裡面要淡薄許多。第3點，物理毀滅跟社會的限制。中國的老賴雖然寸步難行，但他還活着，他還有希望，他依然有機會在次級生態，比如說送外賣這個系統裡面苟延殘喘，他可以等待翻身的機會。而美國的模式是物理清除，流浪漢的平均壽命只有50歲左右，一旦被甩出系統，流落街頭，你的这個時間開始倒數，高死亡率意味着你在3到5年之內就會被物理毀滅，人沒了就什麼都沒了，這是一個不可逆的終局。所以無期徒刑這個中國模式雖然痛苦，但死刑立即執行這個美國模式意味着可能性的終結。而為了徹底看清這兩個系統的區別，我想給各位展示一張非常硬核的全球財富分布圖。注意看最下面的北美這個形狀，我們看到其他的地區，中國、歐洲，它們的形狀像一個梨或者是紡錘形，中間是有厚度的，這也就意味着底層跟中產多少還有那麼一點積蓄。但你再看看美國，它就像是一顆圖釘，在 50% 的分位線以下，它幾乎是一根極細的看不見的針，完全是扁平的。這樣一幅圖簡直就是離心機理論的體檢報告。為什麼美國底下的這一半是空的？因為昂貴的房租、醫療、學貸像一台超級吸塵器，把你的每一個月的現金流吸得乾乾淨淨。這也就是為什麼美國人一旦跌落50%這樣一條紅線，不是慢慢滑落，而是直接垂直跌落到底歸零。因為他們的腳下沒有這樣一層資產的厚度拖着，他們的腳下就是萬丈深淵。所以結論很殘酷，中國的離心機是一個讓人窒息的籠子，它困住你，折磨你。但美國的離心機是一台絞肉機，它真的會碾碎你。所以看清兩台機器的運作邏輯，不是為了分個上下，而是為了讓你我在這樣一個加速的時代盡量不要被甩出去。為什麼很多第一代華人移民他们會覺得斬殺線是危言聳聽？因為這是一場巨大的幸存者偏差。美國斬殺線下的受害者是那些原子化的被時代拋棄的萬斯筆下《鄉下人悲歌》這本書裡面描寫的死於海洛因過量、困於高利貸、終身無法離開衰敗小鎮的美國鐵鏽帶底層人民的真實人生。
對於新一代的華裔精英來說，美國的斬殺線往往是失效的。為什麼？因為他們受惠於中國經濟的成長，都有國內房產儲蓄，擁有這些底層美國人不可想象的財富。他們屬於是帶資進組的玩家。他們用東亞的卷降維打擊了美國的快樂教育，他們用6個錢包的積蓄填平了美國昂貴的學貸跟首付。他們中的很多人甚至可以隨時回國看病，也卡了美國醫療系統的 bug。所以這是一群自帶海綿的人，他們住在被金錢嚴格過濾過的學區房裡面，從來沒有哪怕1秒鐘接觸過真實的這個冰冷的水泥地。分析了這麼多冰冷的機制之後，在這最後幾分鐘，我不打算給您灌輸心靈雞湯，我要給您一套基於塔勒布的反脆弱哲學的一個生存的算法。所謂的斬殺線本質上是在系統清除那些脆弱的節點。什麼是脆弱呢？只有在穩定環境下才能生存，一旦遇到波動就會被毀滅，這個就是脆弱。而反脆弱就是要像9頭蛇一樣，砍掉一個頭長出2個。所以這裡有4條反脆弱的法則分享給大家。那第一條就是哪怕犧牲一點效率，也要建立系統性的冗餘。所以不論你是在美國還是在中國生活，請主動降低你的人生的這個效率，不要把所有的時間都賣給雇主，不要把所有的資產都壓在房子這一種形態上，去學習一些看似無用的技能，去結交一些和你的行業完全無關的朋友，去保留一部分看似閒置的現金。正是所有這些冗餘在离心機加速、單一通道失效的時刻，會成為你唯一的救生艇。而第二個策略呢，就是逃離脆弱的中間層。因為塔勒布告訴我們，中間地带是最危險的，所以你需要採取就是槓鈴策略，在一端極度的保守。比如說在美國你要消除掉你的這個高息的債務，在中國你要保住你的存款或者是社保的底線，確保在最壞的情況底下你都能夠穩穩地站在斬殺線之上。但是在另外一端呢，你需要極度的激進，你要拿出10%到20%的時間、精力或者是金錢，進行高風險、高回報的試錯，去搞副業、去創業、去搞自媒體啊！當然也不要忘了訂閱艾森的油管頻道，來定期刷新你的認知。所以我們一定要拋棄平庸的中間路線，極度的保守，讓你先確保能夠活下來，然後極度的冒險，讓你有機會在這樣一個動盪的不確定的年代有機會翻身。這個就是反脆弱的結構。第3個建議是最大化的期權，而不是最大化的收入。斬殺線為什麼可怕？因為它剝奪了你的選擇權。當你背負巨額房貸的時候，你不敢失業，你對於老闆的 PUA 沒有任何這個做空權，這樣你就失去了自由。所以在做任何人生決策的時候，永遠要問自己一個問題：這個決定是增加了我的選擇，還是鎖死了我將來的選擇權？如果不買這輛豪車可以讓你隨時說一句 fuck you money 並且辭職的話，那就別買。那如果不背這個30年的房貸能夠讓你隨時就換一個城市來生活，那就別背。你要追求的不是賬面財富的增加，而是選擇權的增加。而第4個建議就是我們要做一名工匠，而不是一個理論家。在離心機裡面，最先被甩出去的那一群往往是那些只有說明書知識的這些人，就是只有學歷但沒有手藝的做题家。因為環境參數只要一變，比如說 AI 來了，那麼這個說明書就完全作廢掉了。所以我們要做工匠，這也就意味着你要掌握默會知識，在那些需要痛苦的一遍又一遍的試錯當中，在真實的反饋的循環裡面才能夠學會的技能，無論是修車、烹飪、做自媒體，還是搞定特別複雜的社會關係、洞察人性，擁有這些手藝跟野草精神的人是沒有辦法被系統完全格式化的，因為你的價值來自於在真實的環境當中解決真實的現實問題的能力，而不是来自於系統給你的一個簡單的認證。所以只有當你不再依賴平台的派單，而能夠直接與市場交換價值的時候，你才真正擁有了這個自由。
我們要清楚一件事情，就是風它有吹熄蠟燭的能力，但與此同時，在事情的另外一面，它也能夠煽旺你的篝火。所以在這個動盪的、加速的、充滿不確定性的離心機的世界裡面，我們不要做那樣一根在風中瑟瑟發抖的蠟燭。我希望所有人都做那團火。我們要利用混亂，利用壓力，利用系統的漏洞，去進化出屬於我們自己的獨有的獠牙跟鎧甲。願以目前的每一個人都能夠成為那個殺不死的小強。我們本來應該是彼此命運共同的守望者。我是艾森，如果這樣一期視頻不僅能夠讓您看清了真相，更給了您對抗這個壓力的勇氣，請不要吝嗇點讚轉發，也歡迎大家訂閱我的頻道，並且加入艾森的會員。祝大家新年愉快，我們下期節目再見，謝謝大家。